你先喝。跟我说说你的设计思路吧。我觉得关键点在于面料的选择和线条的勾勒。太笼统，说具体点儿。你看，我选择的面料是法国高级时装设计师 Randy 专用的。这种面料摸起来的手感会有一点像绸缎，但是又不是一定的挺阔度，便于穿出挺拔的感觉，可以很好的衬托出娇妙的身材。啊，整体的设计呢，有一点像上世纪60、70年代的感觉，有一些反叛和俏皮。对了，但是侧边的开叉和背部的镂空又会辅以一定的庄严感，还有点复古，对吧？对，复古。抓紧时间完成你的设计稿，然后直接发给加缪的团队。不用给刘总看吗？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先发。周总、周太太，这里是我们吴庆最高档的别墅区，它不仅是一户一院，而且我们的设计师在国外都非常有名。您看这外部的设计，它既保留了欧式的别墅特点，而且还遗传了我们中国人的居住习惯。那下面我就带咱们2位到别墅里面去看看吧。哎，老公，别去了，我设计稿还没完成。再说了，咱又不买房。我就是看你最近太辛苦了，想带你出来散散心。你看看人家建筑上的设计，说不定你有新的灵感呢，是吧？再说来都来了，进去看看。好吧。兼并后的职工安排，那边是什么态度？除了一部分要求我们超美消化吸收以外呢，还有大约330名工人被安排买断工龄下岗。服装厂方面希望由我们来承担这笔费用。临了了还不忘敲一笔。算了，他们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这笔钱我们出吧。只要后续交接的顺利，不出岔子，这也是计划内的成本。张希那边怎么说？说是请假去北京呢。肯定是去看儿子了。有这张王牌在手上，就由不得他不答应。从北京回来了，我大侄子还好吧？啊？哎，张主任，您请坐。不可能啊！我的条件就是为苏苏量身定做的，这怎么？为了自己的仕途，居然牺牲儿子的前途，够狠的！我儿子的前途我会负责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以为差你一个签字就能影响我的计划吗？张主任，我本来是想把这次兼并作为你正极的蛋糕送给你，你不要，有人要。哎，张主任，张主任，费了这么大劲，还是没搞定他呀？搞不定他就绕开他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喜欢吗？周先生，您看看这儿，您看这南面是天然的河道景观，这北面是吴庆的绿肺。像您事业做得这么好，如果您能够把这前有财路后有靠山的吉屋买下来，那您的事业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哎，你看看，现在的小姑娘嘴多会说啊，可比你大人会说多了。那下面我就带2位到前面的别墅群看一下吧。我觉得这一套比咱们之前住的那套还要好，这风景也好，空气也好，能住在这儿，估计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吧？喜欢吗？那我就放心了。老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你把这买下来了？之前让你和丫丫一直住在仓库，让你们俩收回去了。老公，现在我们门面铺得那么大，正是美姿需要用钱的时候。只有不断的制定新的人生目标，才有奋斗的动力。哎，以后你可就是这栋房子的女主人了。谢谢你，老公。老公，我好像有灵感了，快带我回仓库，我得赶紧把它画下来。慢点，二师傅。慢点，好啊。哎呦，云霞，你看还麻烦你们。小心。爸爸，我们有大房子住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。辛苦你了，微国。哎。我们有大房子住了，嗯以。后再也不用住那个仓库了。那你高不高兴？快叫你妈妈一下。嗯。妈妈，我要亲你一下。啊，还要亲我一下，乖女儿。哎，师傅，你们慢一点啊。周总。小强，嗯。你说我们这一次好不容易熬过来了，也不知道这次是我们美姿真正的奋起呢，还是又是一个轮回啊？哎哎哎，我们可是刚搬了新家，厂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刚给熬过去，你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要把每次我们摔的跟头、经历过的挫折，都当成一次提醒、一个动力，就没有什么事熬不过去的。这人呐，只要不死，什么都能重来。嗯，我错了，我把刚才那句话收回。小强，真的，我越来越崇拜你了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你，被打趴下100次，还能有动力站起来。哎，你真的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哎。哎，那得谢谢我爸，他给我这名字起得好。嗯。哎，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新招一批工人。咱们才刚缓过来，再招人会很吃力的。你老东家的人，吴庆服装厂的人。枭雄要兼并吴庆服装厂，这样就面临着一大批工人即将下岗。我们把他们招过来，不仅是因为他们是熟练工种，可以直接上岗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帮帮他们。小强，咱们现在那么困难，你还能有这份心，谢谢。招吧，我支持你。这几天，周小强陆陆续续招收了不少服装厂的下岗工人，听说开出的工资待遇还不低呢，弄得原本我们留用的那部分服装厂工人啊，全都议论纷纷，人心思动啊，甚至还有人主动要跟我们提出解除劳动合同，准备跳槽到美资去。这家伙真不安分，刚缓过劲儿，就开始折腾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3条腿的人不好找，2条腿的不有的是啊。既然他周小强愿意沽名钓誉，好啊，这个包袱正好让他背。不过你给我记住了，只要是从超美中途退出的，不管是工人还是管理层，今后再想回来，门儿都没有。明白。枭雄真的要兼并吴姓服装厂？态度还很坚决。你的意思呢？我没批。为什么？国企改革本身我是不反对的，反而会积极推行。只不过我觉得枭雄兼并的动机太可疑了。我总觉得他的目的不只是厂子本身。激烈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改制是国家的大政方针。但是改制是为了激活生产力，不是政府甩包袱。
确实要谨防一些人从中浑水摸鱼，谋取私利。哈哈，你担子不轻啊！身在其位，守土有责。嗯，防得滴水不漏啊！哈哈，你性格稳健，冲锋陷阵可能缺点热血，但是防守是你的长项。也是。现在的人啊，一个个都想一步登天，你这样的定海针，还真是挺缺的。不过，如果是大势所趋，就凭你守得住吗？守得住守不住，我都得试试呀。听说枭雄已经直接绕开你，自上而下的来推进这件事情。对你来说，这是个死局啊。是死是活，旁观者清。您觉得这是死局啊？可漏洞在哪儿？我自己清清楚楚。活了。哎，我说你小子怎么自己跟自己斗上了？只有把自己琢磨透了，才能知道弱点在哪儿，接下来该怎么走。咱们现在做事其实不就是这样吗？可以尝试的方式有千条万条，可真正合适的就那么一条。看来这些年长进不小啊，可以给我这个退休人员上上课了。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退是退了，可这吴庆方方面面，您哪点不清楚呢？好了，这局棋不下了啊。你既变了也没变，就像这个还跟当年一样，自己吃自己，故意放水让我这个快要老年痴呆的退休人员赢上一局，然后开开心心的帮你破你的死局，是不是？死局是死局，不过不是我的。我没看错人。照这个速度啊，10年也别想看到大厦竣工。可是为了兼并服装厂啊，咱们一下投进1000多万啊，这还不算未来技术改造的部分。建筑公司天天追着我要钱，我也没辙呀。怕什么呀？只要市服装厂一到手，再转手把那个地皮一卖，资金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。知道有多少开发商盯着那块地吗？那可是市中心的黄金地段。再拖一拖，资金很快到位。来吧。喂。肖总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兼并的事黄了。不会吧？如果兼并办不下来，那咱们就拿不到地啊！拿不到地，那超美大厦的后续资金就跟不上，咱们所有在兼并上的前期投入可全都打水漂了。怎么才回来呀？我都困了。困了就先睡，没人让你等的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那我不是关心你吗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最近我会很忙很忙。忙，说是要上市，那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谁知道你在忙什么？我做什么需要你批准吗？哎，谁当初说要我可以不要超美的呀？到头来还不是跟周小强一样。刘丽婷，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，怎么了？就是跟周小强一样。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吧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他。
你自己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，不要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是，谁脏谁干净，谁自己心里清楚。好啊，那我也承认，刚嫁你的时候我是没忘记他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可儿都这么大了，你说这话还有意思吗？啊？妈妈，你们不要吵了。可儿，走开。哟，先生，你一个人啊？哎，要不我陪你喝一杯吧？来，我敬你。走开！神经病吧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妈妈？哎呦，那边有个神经病，气死我了，弄了我一身。别着急啊，收拾神经病我最擅长了，看姐姐给你出气。妈妈，我要找你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你不是那谁吗？大哥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那个碰瓷儿的依兰。这你还夸我名字好听呢，想起来没？哎，就是我。大哥，上次那事儿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你说我们这茫茫人海中又重逢，这就是缘分啊！哎，大哥，我敬你一杯，谢谢你，我先干为敬。哎，我都喝了，你怎么不喝呀？来，你喝嘛，喝一杯嘛，喝一杯嘛。别烦我。是不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跟我说，我这人啊最会给别人分忧解难。你告诉我有啥不开心的，说出来，来说嘛，说嘛。滚蛋！哎，经理，哎，对不起，肖总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是过来喝酒的，不是过来洗澡。对不起，肖总，这个我们的员工一定好好的教育。您看这样行吗？今晚所有的酒水全部给你免单。凭什么呀？是他先骂的我。你少说两句行吗？全部从你这个月奖金里扣。哎，你们这都什么素质？什么叫我们什么素质？你什么素质啊？哎，我好心好意给你敬酒，被你骂了一顿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这种臭男人啊，不在家好好陪媳妇儿，有钱就知道出来鬼混。我呸！你赶紧牛啊！哎，肖总，您别走，肖总，肖总上哪儿了？马上给我滚！好了，我现在工作没了，你满意了吧？跟你说话呢。离我远点啊！你这人啊，真有病！你才有病呢！
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给你1分钟，马上从我面前消失。你让我消失就消失啊？你又不是我爸爸。走。我是个自由人，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？够了吧？这点钱有点收买我。全给你。有时候吧，我也会勉为其难，助人为乐一下。你说你钱包都空了啊，我再不妥协，你多尴尬。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不就是有钱吗？我要是像你这么有钱，我比你还牛。是不是有病啊你？你才有病呢！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哎呀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那你把眼睛闭上好了，拿你的钱，我觉得我有义务要帮帮你。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！哎呀，干嘛呀？小两口吵架，回家去吵去。到底要去哪？不是师傅，她不是我老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哼，这个点谁还带老婆出来啊？师傅，开车，我告诉你怎么走啊。早知道这么高啊，我就不上来了，这腰都闪着了。我说你消遣一个老同志有意思吗？啊，有意思呀，有意思呀！哎，你过来看看。干嘛呀？你过来。哎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在这儿看星星，看整座城市，看着看着，那些悲伤就会随着天台上的风吹走了。你这从哪本言情小说上看到的呀？风这么大，都吹感冒了，哪还有功夫难过啊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就是这个原理啊！来，为我们的相遇、重逢干杯！哎，你有什么事儿不开心啊？说呀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行，你不说，我说。我爸是个当兵的，平时脾气可大了。从小我就见惯他发火，所以你别跟我面前犯浑。对付你这种人，我可是经验丰富。不过他们很早就离婚了，我爸转业以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妈呢，估计是被他传染了，脾气变得越来越坏，一喝酒就打我，一打我，我就去外婆家，等他酒醒了再回来找我。可是有一次，我在外婆家待了2天，他都没来。等我回去找他的时候，发现他也走了，连个纸条都没留给我。
你看我干什么？我不难过，至少没人打我了。我外婆可比我妈对我好多了，不打我，还给我做好吃的。啊，还有老张，虽然不是我亲外公，但是对我特别好。手特别巧，还会用竹篾给我做蛐蛐呢。那是我从小到大过得最开心的一段了。那后来呢？都死了呗。我还同学家玩了一夜回来，进门就发现两人倒在地上，地上炭炉火还没熄呢。你说，唉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？我应该跟他们一块儿，整整齐齐，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。我不难过，一点都不难过。他们身体都不好，死的时候一点都不痛苦，脸上还带着笑的。真的，我真不难过，我真不难过。电视台上的风太大了。我妈、我爸，还有我亲外公，他们都不是好人，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潇洒呢。为什么好人都死得早啊？为什么不要呢？别这么想，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好好的活着，而且精彩的活着，用你的行动去安慰你外婆在天之灵，知道吗？好，不哭了啊。你有纸吗？这个行。我刚才不小心把鼻涕蹭到你衣服上了。没事儿，别擦了，我不怪你。现在该你说了，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你们老年人都这么矜持啊？好吧，来，找麻将。我带你变魔术。哎，快点！看好了。1、2、3、你可真行啊！哎，你笑了，以
后就不许不开心了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这会走路，怎么回事？你会走路？来啦来啦，相约酒吧，相约。你要是不能喝，你就别逞强。我们再去酒吧接着喝，好不好？我没喝够呢，我跟你说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要红的、白的、啤的，全都来一遍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不相信是吧？我信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你一点都不信，你给我过来，你别动。你小心。你不信是吧？我给演一遍，看好了，我真没事，别动。看好了，看好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厉害，真厉害。怎么样？厉害，这叫金鸡独立。你要吐啊？别吐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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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没事吧？啊？回来了？啊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一直没睡啊？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也不接，急死我了。啊，手机没电了，喝多了在办公室睡着了。对不起啊，老公，你不知道我找不到你的时候有多害怕。你能答应我？以后不管我们怎么吵，再也不要扔下我一个人，好吗？我答应你。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，让你担心了。我给陈明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你们兼并的事情黄了。难怪你会心情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你在外面打拼已经很累了，我还对你乱发脾气。你能原谅我这一次吗？别傻了，怎么会怪你呢？你又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，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，哪怕一切重新开始，
我也会一直陪着你，支持你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嫁给你就认定你了，不管你怎么变，我都爱你。李潇，谢谢你。好了，你快去洗个澡吧，轻轻松松的从头开始。去吧。喂，给打电话不接啊？你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疼！到底想干什么？疼！姑娘，我告诉你，咱俩昨晚确实喝多了，但我没对你做什么，对吧？我知道啊。而且我很爱我老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所以你别再来纠缠我。你是不是想要钱？你把我当什么人呢？说吧，要多少钱？你有钱是吧？好呀，你给啊！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早说不就完了吗？整这么复杂。钱呢？你等会儿啊。你不给我不走啊！钱包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今天就是来给你送钱包的，昨天晚上给我所有钱都在里边，你自己点清楚。哎，你就是过来送钱包的？不然呢？我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呢。哎，哎，肖总，肖总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楼上有人找你呢。谁啊？张希。喝完了吧？可以走了吗？别跟他去！你来找我，又一声不吭，跟我玩玄学呢。我不管你了啊！
你爱待多久待多久，你爱喝多少喝多少。我有正事，我要忙我的了。程明，把中层干部都给我叫过来，我有话问他们。肖总，张主任还在这儿呢，咱们要不再……我是你老板，他是你老板啊，叫去。要不叫过来吧？我也想看看肖总是怎么运筹帷幄度过这个资金难关的。张协，你别以为你是个当官的就可以欺压我这个平头老百姓。你坏了我的好事不说，你今天又来给我添堵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哎，肖总息怒，肖总，张主任，那个肖总最近一定是太疲劳了，您啊别往心里去啊。你看，我就知道兼并的事你会怪在我头上。知道刚才为什么不理你吗？我晾你一会儿，就是想让你的邪火散一散。没想到你还是这么火爆。那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，你可比我沉稳多了。别跟我整的自己跟个老中医似的。说，你到底找我来干嘛？帮你啊。说什么？帮我？他说他要帮我。你这是西门庆给武大郎看病的吧？啊，你害我害的还不够惨吗？爷爷，你是大官吗？不是，我就是个退休的老头。不对，你要是不是大官，为什么我爸爸出门前一直吓唬我，千万不要在你面前告他的状？我偏要告。爷爷，您还是管管他吧，他不让我看动画片儿。是吗？太不像话了，啊！哎呀，心仪不肯要孩子，说要做什么丁克。你看，要不是有亚亚，都没人叫我爷爷了。哎，等他俩回来，我帮您好好教育教育他们。他们俩不来，我就叫了你们俩。啊，退休之前啊，咱们虽然是亲戚，但是走动起来也不方便。现在退下来了，反倒轻松了，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登门了。哎，你们要是有空啊，就常过来玩啊。要是没时间，亚亚可以放在我这儿，我来辅导她功课。爷爷，你让我看动画片吗？当然了。那我每天放学都过来。行，那咱们就说定了啊！来，上我这儿来了啊！我把他高兴坏了。怎么了？肖老板这是不领情啊？以你现在的状况，你账目上的资金还可以营运多久啊？哟，你从哪儿听的小道消息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穷的就只剩钱了。哎，你叫程明是吗？赶快去通知你们的财务，让他赶紧辞职。你们肖总啊，现在要学曹操，再不走，这黑锅他是背定了。你就是来气我的是吧？啊？肖总，您要冷静。做生意，利字当先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，这个道理你肯定懂。说吧，跟我说实话吧。撑不过1个月了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？啊？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呀。我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解你燃眉之急。你都卖一上午关子了，说吧。你抱一抱，看看那棵树有你多少个人那么宽啊？今天找你来啊，确实是想跟你谈点事儿。我就爱听您跟我说话。你那个产能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吗？哎呀，这么说吧，东乡完成产业升级之后，早就跟我们脱钩了。现在还成了我们华东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。您刚才说的产能问题，不但没有得到解决，反而比以前更严重。即便我们买了新的生产线，消化了一批下岗工人，可是很多订单还是做不了。就这么说吧，有些钱不能赚，干周期。我给你想了个办法，和衷共济，才能共赢。和衷共济。有的时候啊，解决问题的路就在眼前，
看你自己能不能想得通了。你看啊，你现在的情况是产能不足，资金充裕，那你想想，还有谁是机器开工不足，特别差钱呢？枭雄，周小强，你不会是想让我？你说的没错，你们可以取长补短，联营并击。不可能！我说你怎么会安好心来帮我的啊？原来是这主意啊！那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？我去银行贷款啊！以你现在的报表，不会有任何一家银行的领导敢继续追加贷款给你。是，我知道民间有一些高利贷，可是你连银行的贷款还的都这么紧，高利贷你还得起吗？而且那些人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。商人，一个成功的商人是没有永远的敌人的，只有合适的利益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好，等你考虑好了通知我。周小强那边已经有人在做工作了。你到底是在帮我，还是在帮周小强？你到底图什么呢？良心。我知道，你对枭雄一直是心存疑虑，有些心结呢，确实也是很难解得开的，啊。陆书记，我愿意跟他谈谈。要说我对枭雄没有怨恨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我们俩之间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。而且，即便是到现在，他也一直在我背后跟我玩阴的。我不是圣人，但是这个弯儿你还是转过来了。但我是商人，有钱赚的事我不会不赚。我还像枭雄一样，掉进个粪坑就天天回味儿，那做出来的决策都是臭。既然您都提出来了，我相信您这么说一定是为了我好，为了美姿好。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好。上回退回来的设计图，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，我想再磨一磨。家苗那边不着急吧？不急，你慢慢酝酿。哎，对了，陆书记上回的提议，你是要认真考虑的吧？当然认真的。那你就不担心？哎呀，我这么说吧，如果我选择不合作呢？对于美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不过是影响一下发展速度。可是对于超美，那可是关乎于生死的一场大浩劫。枭雄现在这么惨，他们呀，在东欧的市场一直都很跑，然后呢，那又是他们的基本盘。兼并这个市服装厂呢，又给失败了。所以啊，如果不给他一口热汤喝，我跟你说啊。他这冬天他都熬不过去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谈？以他现在的情况，我觉得他会主动找上门的。俄罗斯那边现在越来越不认咱们的产品，老是不更新换代，人家看都烦。肖总啊，得想想办法。我们也想设计出一些当下潮流的新款式出来，可就凭现在的工资，别说是一线设计师了，就是现有的，刚设计出几个不错的产品就被人家挖走了。就咱们现在这些设备，开工的已经算最好的生产线了，还3天2头的出毛病。你这么说怪我喽？没钱，我上哪弄设备去？看着我做什么？你是财务总监，神经！都别吵了，
平时一个个报喜不报忧，一到关键时刻就跳出来了。我说你们能不能别抱怨了，替我想想主意行吗？肖总，我有个办法。说。张主任那边说，别说了，不可能。那就只有卖到超美大厦了。超美大厦是我们的脸面，连这个都卖了，那客户怎么对我们保持信心？老板，你这个也不许，那个也不让，那我们怎么做事啊？对呀，就是啊，你没钱我哪弄设备去啊？行了，今天会就开到这儿，让我再想想。黄老板，我实在是没辙了，我但凡有点办法，我都不会给你打电话。你就看在这么多年朋友的份上，拉兄弟一把吧，啊？是，知道。你这样，我明天，我说我明天去趟广州。我说我明天去趟广州，咱们当面谈，行吗？这事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是，你等我过了这个阶段，快，手机给我。干什么你啊？干什么呀？可儿，怎么了？妈，我这里疼。哎呀，手都红了。小熊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可儿，爸爸看。你是坏爸爸，我不想理你了。你在外面受了气，不要回来让家里人发现，谁不是你出气筒？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？要不是你把可儿惯成这样，我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天天待在家里，这件事都做不好啊！哎，王老板，刚没说。让你打电话，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是吧？生意做不过周小强，就知道在家发脾气。你再说一遍！生意做不过周小强，就知道在家发脾气。小，喂，黄老板，对，刚刚手机没电了，你要帮兄弟一把。可儿走，黄老板。啊，对，你这次得帮兄弟一把。你要是什么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你真没事儿？那可儿怎么样？好。那你有事儿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好些年没看你打弄这玩意儿，怎么了？又有心事儿啊？我猜一下啊，你应该是想拉超梅一把，但是又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一关。老公，你不用那么勉强啊。陆师傅提出来的只是一个建议，如果你很纠结，咱们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毕竟对美姿来说，咱们不是非干不可的。错了啊，我是着急，可我着急的是枭雄，哎呀，为什么还不来找我？原来你早就想开了。这有什么想不开的？生意归生意，但是谁先找谁，这里头可就有学问了。如果我先找他，那就变成我去求他。以他这种个性，那后续谈条件的时候，麻烦可就大了，是吧？哎，我去开门啊。哎，来了。
枭雄？立秋跟可儿在这儿吗？我去过妈那儿了，说不在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他们没来过。立秋和可儿怎么了？那我先走了。枭雄，立秋给我打过电话。谁呀？立秋，是我。姐啊，进来吧。坐。你来干嘛？我来是来道歉的。先坐。他跑到我们家去了。我和你姐夫都觉得你们还是应该好好再谈谈。姐，他动手打人。我这一次要是原谅了他，还有下一次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闭嘴你！枭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敢动他一下，你试试。我饶不了你。刚才你姐夫在路上也狠狠地骂了他一通，他也当着我们俩的面保证了，他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立秋，你们俩在一起也不容易。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你也得为孩子考虑。所以我把他带过来，还是希望你们俩得好好谈谈。你放心，我和你姐夫肯定站在你这一边，不管你怎么选择，姐姐都支持你。你说吧。立秋，动手打人是我不对，我来就是想真诚地向你道歉。我之所以情绪会失控，是因为超美进来的情况真的很不妙，我压力特别大。如果你想为你今天的行为找借口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没有谈的必要。我不是在找借口。如果现在你和超美选，我愿意放弃超美。你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，你记得吗？结果呢？不一样。你知道吗？你走了以后，我面对着空荡荡的家，我真的想哭都哭不出来。我一直觉得我在外头拼命的打拼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可结果呢？我又用事业的名义亲手把这个家给毁了。我特别恨我自己。我知道钱挣多少，公司做的有多大，在你和可儿这个家面前什么都不是。立秋，只要你愿意原谅我，愿意带着可儿回到这个家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。包括放弃超美吗？立秋，只要你说话，我马上就可以关掉超美，我要把浪费在超美上的时间全都给你补回来。
小友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超美现在真的有那么差吗？别管他了，把它卖给我吧。只要立秋同意，我没意见。但是超美现在已经是个烂摊子了。强子，我知道你一直经营理念和能力都比我强。如果超美真的给你，我放心。爸爸在这儿呢，哥儿。哥儿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再也不冲你发火了。啊！立秋，原谅我。妈妈，原谅爸爸吧。秀秀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立秋，绝没有下一次。也不知道立秋会不会原谅他。虽然刚才枭雄表现得挺诚恳的，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个人太狡猾了，心眼儿也多。再说了，不是你说的吗？超美那事儿，你要等他自己主动开口。哎，你说他这个人啊，一言不合就动手打女人，打完了吧，又在那儿下跪，我看他是疯了。所以啊，你刚才是不是一冲动就把话给说出来了？你以为我是为了他呀？我是为了整个吴庆的服装行业。吴庆最出名的就是超美和美姿，这超美要是开不下去了，那对整个吴庆服装行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。还有，我也是为了立秋，为了可儿。超美要是垮了，你说他们家日子以后怎么过？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话刚才都已经说出去了，就不等他找上门来了，明天开诚布公跟他谈。我直说了，你缺钱，我缺人和机器。你扫低端，我占高端；你占东欧，我做国内。加上政府又愿意出面做媒，咱们合作就能够实现横向联姻。我没意见。真的愿意吗？我现在身处的位置，无论是为超美还是为了立秋，都不允许自己再有什么意见了。好，只要对超美和美姿有利的，只要是对工人有利的，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试试。具体细节回头再聊吧，我先走了，回去给他们做饭。说一下啊，协议我看过了。超美真的丧心病狂，这各种都是对我们不利的条款。星野，你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呢？条件的确很苛刻，合作期间，设备的租赁费用和劳务工资都要着眼递增，首期款的支付比例要提高到70%，而且，跟超美合作期间，美资不得让其他企业代工生产，这不是合作，这是让我们绑定它。现在条款已经摆在这儿了，我们真的非要跟超美合作吗？我想合作的动机很简单，优势互补，各取所需。立夏，你主持一下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小强，我是立秋。
我想替枭雄谢谢你。要我说呀，跟超美合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让枭雄跪在美资门口，梆梆梆磕3个头，说对不起，大哥大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是个人渣。他没再欺负你就好。没欺负我，放心吧。行，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。嗯，好。这是谁的电话？啊，客户的。哎，会开完了？开不下去了，持反对意见的人还是很多。合同送过去以后，那边怎么说呢？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打电话过去，只是说还在讨论。那就再等等。肖总，咱们等不起了，别说后续资金了，就连建设超美大厦的银行贷款利息咱们都还不上。到时候银行把这儿一封啊，这就不是超美资产了。要不然咱们松口，那边真不签，咱们就被动了。生意还没谈，自己先露了怯了，那对方还不上赶着压你的价呀？再说了，我本来就是奔着谈崩了去的。如果真不跟我合作，那他也得算算，到底谁的亏吃在前头。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老王，来。哟，肖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让你把速度压下来，你就这么跟我放羊啊？实在不想干，去会计那里捡走人。哎，别！您放心，再也不敢了。这帮兔崽子，我只要眼睛稍微盯得松一点儿，他们就给你偷懒。但是您放心，再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。我立马整改。对，打什么牌？干活快点！都干活去！干活！合作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，枭雄方面想尽办法刁难美资，给美资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。嫂子，谈成功了，辛苦你了。小强哥，谈成功了。喂，王总，陆律师，这么重要的签约仪式，你们周总不来啊？周总怎么可能不来呢？在路上。对不住，来吧，张主任。张主任不用我介绍了啊，可以把张主任请过来，作为我们今天签约仪式的见证人。张主任肯为我们2家民营企业的合作背书，那真是荣幸之至啊！来，坐，大家都坐啊。这个你们的合作呀，最早的线应该算是我拉上的。那今天也算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了吧？小总，你怎么瞒着我呀？幸亏是周总及时通知我过来啊。张主任，今天恐怕得让你扫兴了。周总，刚刚王总对咱们合同发难了，我看咱们今天的签约仪式是不是签不成了？周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肖总，我觉得魏国有一些迟疑呢，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你的合同我们都看过了，以你开出的条件，我要是在这合同上签了字，那这头3年美资就是在给肖总打工。这样的情况换做谁都还是要好好想想的。周总说的好像我在欺负他似的，我哪敢背这个恶名啊！幸亏今天张主任在场见证，要不啊，我把合同撤回来得了。我可不敢让那个周总给我打工啊！这你们2位在吴姓氏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吧？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形同儿戏呢？张主任，我的诚意已经拿出来了，现在就看周总表态了。我就说嘛，这周总啊，一向都是爽快人。你们这次啊，
两强联手，我相信一定会让吴庆市服装业的发展前途更加不可限量。我代表市政府，还有开发区的领导，预祝二位合作愉快。周总啊，合作愉快啊！对了，资金方面呢，得尽快到位了。我不想因为这个耽误任何一笔订单，对吧？等一下，肖总，为了能够在如期如数的让肖总收到款项，我还有几个合同要签，也一样，请您做一个鉴赏。请进。来，坐，都坐吧。坐。张主任，这几位都是咱们联盟企业的成员。之前呢，肖总做的太大，一直压着他们日子也不好过。那我想今天我和肖总达成合作了，索性我把这个合作范围扩大一点，让大家都有好日子过。这家庙的肖像权啊，之前是美资的，我现在也愿意跟联营企业一起分享。张主任，不瞒您说啊，也就是这几位老总给了我订单和定金量，我才有胆量签下这份合同。肖总，要不然我真怕付不起这超美的工资。张主任，我想开发区的领导见到这样的诚意，也应该乐下其成吧。做得好。最早让你们美资和超美两家合作，就是想起到像今天这样的示范作用。不但你们自己要领先，也要带动咱们整个吴庆市的服装业乃至是纺织业的共同进步。周总，你今天此举是深得我心，回头我就跟市里几个分管的领导好好汇报一下今天的成果。谢谢，张主任，周总的这回可算是帮了我们这几个老兄弟的大忙，说起死回生也不算过。我呢，不怕得罪人，今年咱们行业联盟很快就要换届了，我表个态，今年我选周总。我同意，支持周总。我也支持周总，我们都支持周总。我们也选周总。周总，一呼百应，抱负不浅啊！咱们吴庆虽然庙小，但是这座桥我一定会帮你搭好。美资以后的路能走多远，能走多长，我张某人可要拭目以待了。张主任，您别给我压力，真的，我谢谢你的关照，我会努力的。我的心愿呢，就是希望咱们吴庆的服装业大家发展的都好。肖总，这第一批资金呢，马上就汇到了，这第一批订单你可不能耽误了。老板，其实您不用那么难过。虽然吧，咱没有预期那么好，但就算周小强跟那几家合作，咱们也没有吃到亏呀。起码资金问题是……喂，肖雄。今天签约顺利吗？签了。太好了，你跟小强啊，终于又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是啊，终于又合作了。这样，我快到家了，待会儿再说啊。停车。老板，这还一会儿到家了。停车！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
怎么不接呀？哎，是立秋。喂，小强，肖雄一直不接我电话，也没回家。你们今天不是已经签约了吗？他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立秋，小强他洗澡呢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。哦，姐，我没事了。喂，怎么了？挂了。他说什么了吗？老公，你是不是得跟我解释解释啊？为什么立秋有事儿不直接找他姐，去找你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呀，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严肃点啊！我问你话呢。哎呀，你别这么一双乌溜溜的黑眼睛盯着我，怪瘆人的啊！你不会是吃立秋的醋吧？我吃什么醋啊？我是担心你们有事瞒着我，会不会是立秋被肖雄欺负了，你也帮着他一起瞒着我？我跟你说啊，立秋是在担心肖雄，他怕肖雄又是在搪塞他，跟我合作是假，实际上又想在背后坑我，所以他最近才不停地给我打电话。那你是怎么跟立秋说的？我当然报喜不报忧了，我当然希望他们俩好好的。那就对了，刚才立秋在电话里跟我说，肖雄一直没回家，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。哼，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他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我担心的是立秋，你说他成天惦记一个不回家的男人，那心里该有多苦啊？谁说不是呢？姐，那以后你除了多陪我，也去多陪陪他呗。回来了。你说他周小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凭什么压我一头啊？神经病！他凭什么压我一头啊？神经病吧？你还神经病呢！你给我评评理，你评评理。何止乱你了，神经病！谁神经病了？你笑我啊？不许笑我！我为什么要笑你了？为什么笑我？你笑了，还有你，我有那么可笑吗？啊，我有那么可笑吗？谁呀？你呀谁呀你？你们都不认识，你们上这儿来喝酒。我告诉你，走，你给我回来！我有那么可笑吗？走，我们换个地儿喝酒去。没事吧你？哎，怎么样？哎，醒了！哎，快醒了！
记得把门带上。没睡着啊？床头让给你了，这破沙发弹簧都快蹦出来了，怎么睡啊？你送我回来的？不然呢？你自己爬进来的。哦，对。怕你又弄丢了。打车花了12，差一张100的，打车票在里边，零钱也在里边，自己点点。跟我用得着分那么清楚吗？分不清楚怎么行啊？我跟你非亲非故的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坐那边去。对了，你现在在那个酒吧上班啊？那会儿还是，现在不在了。又被开除了？什么叫又被开了？还不是因为你？那你也是替客人解围啊，有错吗？当然没错了，但老板不觉得。我跟你说了吧。哎，好，别去别去。啊，是我又泼了人一身酒，就打你。哎，我可不是为你泼的，我是打抱不平。对。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跟小泼妇似的呀？你才泼妇呢！